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主要是要给各位介绍有关于在 AWS 如何创建一个 RDS 的 instance。那大家对于这个 instance 可能会比较不了解什么叫 instance， 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一台机器哦。那如何在上面先创建一台机器，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那个 database然后再搬到这一台机器，就是 instance 上面。那这边主要是要跟各位先确认一下，就是说你要做这一些动作，你必须要在 AWS Academic 要申请那个 LearnLab 的账号那这边还没有申请的那这边是有关于你如果申请通过以后有个注册信那你可以申请，就是利用这个课程进来在这个摩克斯的课程。那你会进到这一个课程的画面，然后你启动了这个 lab 那你在 start lab 以后，等到这个变成绿色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借由这一个的连结来启动这个 RDS。好，那这边有一些投影片，那我已经放在这个网络上，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好，那这一边我主要是做一次有关于 create。如何在 AWS 上 create 一个 instance 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过程。好，那这一边这个操作过程呢，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就是 LearnLab， 那你已经进入了以后，那你也很确认，就是说你按了 Start Lab， 然后等到这边变成绿色，按了这个键以后，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 verify 一下，就是说我们在上一个课程，我们这一边有做了很多的，把那个 TDCS 上面的资料下载下来。那这一些 S3 的上面的资料，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是属于 CSV 的资料，就是属于 text 档案资料。事实上，它处理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在示范说，我们未来如何把这一些资料不是一个 CSV 档，我们把它搬到真正的资料库的档案关联式资料库。那未来我们在对这些资料库做查询还是说这些删减动作，其实速度会快一点比较方便好，那你如果到这个 AWS Service 这一块呢，那你基本上你只要打个 RDS。那这边就可以到这个 RDS 的画面Relational Database 关联式资料库。那到这个地方来，你按一个 RDS。好，那这边就是有它简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画面那我这边是可以看到我先前做的啦。那这边已经有一台是我先前做的，那我们就是再示范一次如何帮各位重新再做一台新的 RDS。好，那这一边有一个叫 Create Database 那你就可以按这个。好，那到了这个 RDS 的这个画面呢，大家这边其实 AWS 有提供各式各样的关联式资料库啦那第一个什么 Aurora， 那这个 Aurora 是 AWS 根据它的硬体的tune 出来的一个效能很高的啦，它号称比 MySQL 啦 MariaDB 都快了大概3倍5倍那当然这边还有 Postgres 的 SQL 啦 Oracle 啦还有 Microsoft 的 SQL。那我们在这边练习呢，我们是用这一个就是传统的 MySQL 来练习，当然你要用其他的也可以那你选了这一个以后，它的 MySQL 它现在的版本大概是 8.0 的这个版本，那这边大概不用什么的改变。那它的 template 就像它模板呢，有 production 就是长线的啦，还是说你有测试的啦那我们这边就是用最简单的这边但这个是属于你未来你要上线在线上会用到这个，那我们一般在测试的时候用这个就好了free tier。那未来如果说你真的有要向上的需求，你可以用这个，因为大家这个效能比较高啦，那就是花的比较多钱，我们现在还是不需要。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改变，就是说你如果用这个 production， 其实这个就花比较多钱因为你要比较多份考量它的 performance。那 developer test 呢，它当然是不用 performance， 但是它就是要一个 single instance 那这边我们用这个是最省钱的。好，那这边有一个 database named identify instance， 所以这边其实很多人会搞混掉这边有个 instance， 所以 instance 你就把它想说，真的是实体的一台机器这样子就好了。好，那这边需要为我们的 database 取一个名字那我就简单的把它取个名字。好，那我在做这个投影片的时候，我们大概是10月了我就把它做一个不一样的我就把它，因为是第2台，我就把它稍微 dash 一下好，那在这边就是你的这一台机器的名字你把它想象的这个是一台就是你好像是一台电脑，然后我要把它关那个软体，只是说在 AWS 这边你看不到那一台电脑。那这个 AWS 的名字instance identify 的名字，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的 master user name。那这边就是要小心一点，就是说一般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写 user name， 都会用那个所谓的我把它放大一点怕大家字太小。好，那这个 user name 是 admin ADMIN， 大家可能就是要再注意一下，避免就是因为有的地方 MySQL 会写 root 所以我劝你各位就是说这边你就是要把它稍微抄起来那你这边的 MySQL 的名字呢那我是建议就是你自己要把它记住了那我这边就是自己再打一次然后你 confirm。好，那这边你自己要把它记住你的资料库的使用super user 的名字 admin 然后你的 password 这边最好要抄一下。那这边下面大概不用什么再改了啦那这边他建议的你的就是要跑那一台机器的那个 database 的那个硬体的设备，那这边他用 default 就是2个 virtual CPU 1 GB RAM， 那事实上这是很阳春但是事实上未来你如果说需要你的机器要上线的话，这边其实有各式各样的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要的。那这个当然它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 learner lab， 所以它把一些其他的这个硬体的机器的选择它把它 mark 掉了避免就是说你不小心选了一台很大的，一下就把那$100烧完了，所以它这边是比较保守了但是未来你如果说你需要有较好的 performance， 你可以选比较大的机器，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再来这边就是有关于你的那一台 instance 你要用的硬碟你要存放你那些资料库的地方，它 default 是给 200G 那这个也是云端有一个蛮强的地方，就是说它有 storage auto scaling 那他们在云端运算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don't guess capacity， 就是你不用去猜你未来会用的多少。那其实这个在实体机上面，这就是本来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先规划说我未来要用多大，那我要买多少的硬碟。所以这是云端的特性，在这一块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不用去猜你大概未来用多少，它可以自动帮你增加，所以这是一个蛮强的一个功能在云端上面。所以未来你不够它这边 storage 可以自动帮你加你就不用去想说我一开始安装的时候实体机器我要买多大的硬碟。好，那再下来这 connectivity 就是说你这一台实体的机器你要放在哪个地方那这边有一个比较 tricky 的地方，就是说你基本上是放在一个它会帮你做管理啦所以基本上你不用连接过去。那当然你也可以设定连接啦那你要设定连接就是说它会帮你产生一台 instant 的 data， 那你如果不连接的话就选在这一边那一样的它有个 virtual private cloud你必须把这台机器放在它的网域里面叫 VPC那这边你
目前大概就只有一个，你就用它的。那未来你如果说你的网络有规划，那你这边可以再 create 一个 VPC。那我们在这边 lab 练习，我们不用就用它 default 的哦。那这边还有一个它的一个 default 的一个 VPC， 事实上它这边也有一些你可以 create 的一些子网。好，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public access 这一块哦。那理论上我们在做这种资料库，理论上都会把它的 instance 哦，这台机器会放在私有的网路里面，所以一般我们从公有网域里面事实上是抓不到它的。可是因为我们这一边需要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测试哈，那我们在 RDS 测试我们如果说把它放在公有网域这一块，那未来可能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比较快。不过事实上未来你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是要选择这一个啦，避免把你的资料库放在 public domain， 那很容易就被攻陷了，不小心就被资料全抓走了。但是我们是因为实验上我们在这个 lab 我们方便我们去做存取和 verify 动作，我们是把它放在公有网域，然后直接可以连线。好，那这边的 security group 呢，基本上我们就用它 default 就好了哦。那这边就是要限制你 security group 就好像是一个防火墙啦。那你可以说谁可以进来，谁不可以进来，要哪一些 port 要开。那我们不需要 create 啦，我们就用 default 就好哦。那这边有个 default， 等一下我们可能在这边再把 port 加上去就好了。那事实上你也可以再 create 一个啦。不过我们在课程上说先简单的这样子就好。那这边有一个 prefer 的一个availability zone 哈，那这边其实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们可能你如果没有讲的话，它就自动把你随便选一个啦哦，就是除了主网域、私网域，它就会把这里面的 availability zone 它会把你选一个。所以我们目前就先不选它哈，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它会把它assign到哪一个地方去。不过这会牵涉到未来我们要连接的时候就要很小心。那这边还有没有 additional 的哦？还有这个它的 port MySQL 的话大概都3306哦，所以这是会跟这边的对应的哦。你选的哪一个资料库哦？像我们选的 MySQL， 那它对应在大家习惯用语上都是用3306，当然你未来你可以改变哦。那这边还有它的授权方面 IAM， 那这个大概是不用改啦，就是它的登录的认证方式，因为现在是有 security， 你如果要更严谨的话，就有更严谨的管控。那我们用最简单的，目前是就是用它的账号跟密码哈 admin 的那一个。那这边 enhance monitor。这个就是在牵涉到你的系统里面要不要去加强它的监控。那一般我们是没有勾啦，有勾的话，它就会在你的那个 instance 再多塞一个程式哦，让你去监控它的 CPU 哦。那这个是额外要再加的。好，那这边 additional 的 option， 那这边大概是没有在做额外啦哈。那它还有自动备份的功能，说你要不要有自动的备份功能。那你如果有错的话可以 recover 回来，然后你 recover 的天数是怎样子，那这边看你要加不加啦，就是说它可以7天帮你后自动做备份，这也是一个它里面蛮贴心的一个服务啦。那这边就是没有做这一些，那这是额外的啦，你可以来看然后你这些系统要不要做 log， 你都可以来这边把它选取起来，那这边我是都没有把它动到。好，那用这些的这些设定，那我们就可以去 create 一台 database 出来。好，那在 create 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叫 creating 的这个地方那因为时间关系，就是说它就会去自动帮你产生出这一台机器。那这个可能要等一阵子因为它会去到网络，然后去 create 这一台机器出来。所以对这边大家就是要有一点点概念，就是说一般大家都会把这个跟我们一般的 database 把它搞混Instance 事实上是一台，你就把它想象是一台机器里可是这台机器专门跑你的 MySQL 的 database
所以这边可能大家在后面在讲解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实体机器是 instance， 所以这一台 DB identifier 你就把这一个想成是一台机器，可是里面的 database 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里面可能会跑 MySQL 的哪个 database， 这是两回事你就把它想成这是一台实体，然后里面跑了另外一个叫 MySQL， 然后至于它 create 了什么 database 是另外一回事。好，那因为这边的时间有限我们就来先看一下它这个等一下就会 create 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先前 create 的这一台，我们先来看一下。好，那这个就是你 create 出来的一台 database 你会看到它有个DB identifier 就是你这一台 instance 未来要放你的 database 的这一台的机器的一个身份证那它目前是在跑的，然后它用的硬体的等级是什么那我刚刚没有帮它选说是哪个 AZ 就是我没有把它放在说哪个区域的哪一块里面，所以它这边就是放在 EC， 所以这个要稍微记一下。那下面就是它的一个连接的情形你要连到那一台机器因为我们有 public access， 所以这边有个叫 endpoint，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等一下我们很多的实验就是会利用这一个 endpoint 去连接到这一台实体机器我们从外面要连进去就是要靠知道它这个，因为它没有给我们 public IP注意RDS 里面因为我们没有要求它我要实体的连接，所以它不会给我们 public IP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想象是一个 domain name然后用这个 port， 然后它的 availability zone， 然后 set up， 然后它subnet它事实上没有给没有给，所以你等一下可能要去查一下它到底是放在哪一台所以它是放在 EC 它是放在 EC， 所以你到底是这个 EC 是在哪个上面，可能要稍微自己去查一下。例如我点一下，像这个 AZ 呢，它的位置应该是在1B， 所以这边就是蛮 tricky 的一个地方，可能你就是自己要小心一点，因为刚刚我没有选择那个，所以你这台实体机器又是在做 test， 所以事实上你这一台EC是放在哪个subnet未来你可能就是要去 check 一下。好，那这边还有的 security group 这边等一下我们会进来改要容许你可以进来连到这一台MySQL 3306的 port 要打开。好，那这边是有关于它的这些 security 的一个写线，然后你也可以看看 monitor 啦还是说你的 log 就是有谁来做一些存取动作，其实它都会记录的它会做记录。然后你的设定档你 configuration 这边其实还可以做设定，然后 maintain 它也可以做备份，自动备份什么的它可以自己做那 take 是为了管理方面。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它还没好，所以这个 create 可能目前就是要花一点点时间他会把它准备好。那我大概是讲解到这一边那未来你就是再等一下，然后等它完成 create 的这一台，大概就是跟这个样子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后面会再介绍，就是说如何用我们本地端这是在云端，那我们在本地的机器如何去连线到这一台电脑，然后把一些资料放上去。那我们这边可能会做两个不一样的动作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刚刚呢就是 create 这 RDS， 我们先试一下，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资料上传到这台 RDS， 我们先试一下就是用 local 的方式所谓 local 就是从你的本地端你的机器，你可能自己在家里在学校的机器上传，那我们试试看它的效能如何。然后第二关我们再来试一试我们的资料如果要从 S3 也就是说我们先上传到它的云端的上面，那我们如何用云端传云端，然后这个是地端把资料上去，那我们来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效能上面的差别。好，
那我的介绍大概是到这个地方，因为这边的 create 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哦，这边可能需要等一下。那我的介绍就到这个地方为止，好，谢谢各位。